来倚老卖老，老大年纪不想着如何自寻超脱，总盯着小辈的机缘，你还有脸开口？小辈，仗着些许秘宝符咒，救得了你一时，救不了你一世。受死吧！好，天怜我，天助我！今日不仅能夺得修出2道仙气的躯体，又能获得如此罕见的仙种，何愁法力侵蚀不破？老匹夫，刚刚受伤的是你，你搞清楚状况。哼，你一个神火境的小小修士，也敢当天神之位？刚刚不过是我太大意了。我只需一念，便可重组真身，些许微伤能奈我何？此战就此结束。要开始了。哼，装神弄鬼，这次谁也救不了你。不好意思，我算错时间了，现在才开始。法力侵蚀，对吧？我给你加些分量。这天河之水的侵蚀之力，叠加你原本仙骨侵蚀之伤，现在你还有力量定住这天河之水吗？小辈，待我疗伤归来，定取你的肉身炼药。我等着你。此番虽又压制住了，可长此以往，怕是非死即疯。这仙骨法力侵蚀，已折磨我等整整1个纪元，成就越高，痛苦越甚。我原本以为早晚定死于此，可天可怜见，让我发现了那荒，他竟修出了2道仙气，其成就可比肩传说中的仙骨天才，本纪元更是见所未见。如此说来，只需擒杀了他，悟透他身上那些秘密，你我也很可能突破本纪元的桎梏，摆脱这法力侵蚀之苦。他有此成就的机缘，亦来自仙骨，正该还情于仙骨遗民，只需牺牲他一个小我，负责万千遗民，岂不快哉？此刻我手中并无贵客所需之物，但藏城之内正在举办重要的拍卖活动，贵客不如前去一看，到时候我们再来商议。仙骨一地，亘古长存，多少世代以来，从未有人发现永生之法。
不过，生命之泉可阻抗衰老，增加生机。复生草只剩1丝生机，服用此草亦可保命还魂。两样珍宝一同拍卖。好巧，这2件东西恰是我下一步修行所需。这2件东西我要了，你就不听听人家的报价吗？这家伙实力不俗，看来不像当世人物。慌！我名堕神子，没想到你竟送货上门了。哼，原来是你。2位贵客看来都有兴趣，还请先听报价。拍卖结束后再来找你，随时奉陪。这位贵客手里有上一纪元留下的柳枝。诸位，此2物的起拍价为1节柳枝，上一纪元留下的柳枝。贵客可有意啊？这2样可都是起死回生之物，远比圣药珍贵。你们怎知我带上来了1节柳枝？又为何要如此？既想与贵客交换，自不该隐瞒。那柳枝乃是我等仙谷原住民的祭灵古祖所留。祭灵古祖？此处是为那祖祭灵的神果。如今，我等依旧供奉着祖祭灵的1节遗退，故此。贵客一走出深渊，我等就有所感应。贵客应是带出了与圣物同源之宝，我便揣测是节柳枝。如今我等希望尝试将你带出的柳枝融入祖祭灵遗留的枝干之中。若能复苏其遗退，你便是整个仙谷遗族共同的恩人。既然都是柳神遗留，理应合在一起。既是为了此地的信念，我自然也愿与人方便。你有如此实力，却依旧愿意公平交易，想来也足可信任。柳枝，我能给你搞一车来。你聋了？人家说是上一纪元留到如今的，上一纪元有没有柳枝都不好说，还柳枝？既然如此，我愿出价。好生供奉吧。贵客，这2件东西归你了。敢问拍卖会主人，你们如此叫价，仿佛特意安排一般，恐有私相授受之嫌啊！我们仙谷移民的拍卖行，欲换得何物，怕是不容尊价智慧。此人心怀怨愤，贪欲难言，怕是会对贵客不利。可需我等帮贵客打发了他。不需要，他敢找麻烦，我自会找他。干嘛？还想动手抢啊？说好了，此件事了，你我做个了断。你自己去城外，挑选一处坟墓吧。萤火之光，也敢与皓月争辉？献出灵药仙体，我还能让你死得体面一些。你敢对我出手，就留不下体面。这是替我2位师兄还给你的。比你的2个师兄强，但是还不行。
这是还你方才的嚣张气焰。你也迈出了那一步，你并无多时积累，也没听说寻到什么特殊机缘。你修出仙气又不是多难的事儿，只有你这等废物，才总打算靠那些外物。你怎敢如此贬损我？好像神道决定的熔炼术，早就失传了吗？堕神子从哪里得来的此秘法？定是他打算争夺最终机缘的隐藏手段。看来这熔炼术不如三千道火。你看，他还活蹦乱跳的，都没受什么伤。还有没有什么禁忌神通能施展的了？如果没有，那我可要结束此战了。不要太过张狂！你们有没有觉得，堕神子修出的仙气，并无10号那般惊人？奇怪，怎么会是人形的？不应该啊！小心！真皇神通，不死不灭，我倒真是小看你了。我承认，你确实比你的2位师兄强一点。可惜了，至尊道场好不容易收了你这么个徒弟，却还是遇到了我。你我同样修出仙气，为何你？想来是因为你迈出那一步时，不曾遇到诡异。难道你对抗了不祥？你以为我不知道？最近数位试图迈出那一步的人，无论成与不成，皆不曾遭遇诡异不祥。10号告诉你，其实是我暂且斩碎了诡异源头。什么意思？你没有那经历，不会懂的。结束了。不知道这堕神子有没有
有什么好石头在身上。嘿嘿嘿。古代怪胎堕神子一战陨落，荒的名声传遍仙谷，震动十方。想走？结盟一事不再聊聊？大人，此事与我无关，我是一心想促成你们结盟的，谁料这堕神子却暗藏祸心，可这一切可与我无关。你们俩去挑一挑，看看那堕神子身上有什么能带走的好东西。既然你想促成结盟，那方不方便？现在带我们去拜访拜访那个君道，当面洽谈。志宏，难不成要连斩古代怪胎？君道要离开呀，或者迈出那一步。君道大人就在此处，算你识相，滚吧。有法阵守护。君道，出来！幻象，可惜让他逃了。也是此人能够当机立断，舍弃道场。的确比那堕神子脑子清楚一些。藏界一行收获颇丰，单说这匕首，内蕴七彩仙金，也不知跟大罗仙剑比。这匕首上的七彩仙金被大罗仙剑吸收了。那这大罗仙剑可有变化？分量，反正没啥变化。恐怕这剑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强大。